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加沙的炮火和乌克兰的泥潭死死拖住时，有一个国家正在完成冷战后最完美的一次地缘政治偷家。别再被那些陈旧的新闻标题骗了，以为朝鲜近期的密集试射只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要粮食，或者是为了在头条上博取眼球。作为身处亚太枢纽的观察者，我们必须看清表象背后的冷酷现实。金正恩正在利用中东局势的失控与俄罗斯的战略焦虑，彻底坐实其非法但不可逆的拥核国地位。这不仅是一次武力的炫耀，更是一场极其精准的战略卡位。当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被两场战争搞得焦头烂额时，平壤悄悄按下了核武库升级的加速键。今天，我们将拨开迷雾，看清这场正在重塑全球核力量格局的惊天奇局。要看懂今天朝鲜半岛的局势，你的视线必须先跳出亚洲。当我们还在安稳地享受着周末的新加坡美食，讨论着哪家海南鸡饭更地道时，距离我们4000多公里外的平壤正在酝酿一场足以掀翻整个亚太安全桌子的完美风暴。2024年的美国正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透支。一边是乌克兰战场的绞肉机，每天都在疯狂吞噬着数以万计的北约制式炮弹和防空导弹；另一边是中东加沙冲突以及红海的航运危机，逼着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疲于奔命，不断消耗着极其昂贵的拦截弹。五角大楼的军火库正在见底，华盛顿的外交与安全带宽已经被彻底挤占。这对平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真空期。过去，无论美俄之间有多少分歧，联合国安理会还能勉强维持对朝鲜的制裁共识。那个时候的平壤多少还有些顾忌。但现在，大国之间彻底撕破脸皮，联合国对朝制裁机制已经名存实亡，甚至连监督制裁执行的专家小组都被俄罗斯一票否决而解散。朝鲜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看准了美国现在绝对不敢，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能力在亚太地区挑起第三场战争。于是，平壤果断把其他大国的泥潭变成了自己的垫脚石，开始毫无顾忌地全速推进其核岛计划。如果说地缘危机给了朝鲜机会，那么与俄罗斯的深度捆绑则是平壤拿到的一张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底牌。这绝不是外界所说的两个被孤立国家的简单抱团取暖，而是一场各取所需的硬核军工交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火炮消耗量极其惊人，而朝鲜恰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苏式152毫米炮弹库存，以及全天候运作的兵工厂。根据多方情报汇总，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输送了数百万发炮弹以及数十枚战术弹道导弹。但你真的以为金正恩掏空家底只是为了换几船俄罗斯的石油或者几十万吨小麦吗？绝对不是。他要的筹码是俄罗斯军工体系皇冠上的明珠。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普京与金正恩于东方航天发射场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后，朝鲜的军事航天与导弹技术仿佛一夜之间打通了任督二脉。过去屡次失败的军用侦察卫星，在俄罗斯技术人员的介入下成功入轨，这意味着朝鲜的洲际导弹终于有了能够在太空中锁定目标的眼睛。更可怕的是，火星炮18型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的迅速成熟。要知道，以前朝鲜的液体燃料导弹在发射前需要几个小时来加注燃料，这在美韩的先发制人打击体系面前几乎就是活靶子。但固体燃料导弹就像一个巨大的爆竹，平时储存在发射车里，推出来10几分钟就能发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呈指数级上升。此外，朝鲜近期还在频繁测试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甚至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获取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俄罗斯的技术反哺硬生生把朝鲜长达10年以上的技术代差在短短1到2年内强行抹平了。这种技术转移的后果
是毁灭性的。朝鲜的核武器正在从过去那种只能听个响的政治筹码，变成随时能够突破美国本土反导系统的实战威慑。如果你是五角大楼的分析师，看着这份不断加长的技术交换清单，你会怎么想？看懂了技术层面的突飞猛进，我们再来拆解平壤最深层也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战略底牌。过去20多年，国际社会其实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总以为朝鲜勒紧裤腰带搞核武器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卖个好价钱，最终目的是用所谓的契合来换取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确保政权安全。但今天这个陈旧的逻辑已经被彻底颠覆了。借着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完美掩护，朝鲜已经完成了国家战略的范式转移。他们不仅在宪法层面将核武力政策永久化，更在以每月甚至每周的频率密集试射各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载具。为什么这么急迫？因为金正恩根本不再指望什么无核化换和平，卡扎菲放弃核计划，最终落得国破人亡的下场。平壤看得比谁都清楚，朝鲜现在的核心目标是复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剧本，通过制造不可逆的既成事实，逼迫美国低头。当朝鲜手里只有几枚粗糙的原子弹，且没有可靠的运载工具时，美国当然可以高傲地要求你必须彻底契合。但是当朝鲜拥有了50枚甚至100枚战术与战略核弹头，并且具备了用固体燃料洲际导弹在30分钟内将核打击降临到纽约、华盛顿或者洛杉矶的能力时，华盛顿的政客们还敢赌吗？面对一个能够切实威胁美国本土生存的对手，届时将被迫面对现实，彻底放弃朝鲜半岛无核化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美国退缩，他们就只能转而祈求与朝鲜进行对等的军备控制谈判，也就是承认朝鲜保留核武器，只要求限制其核武库的规模，从一个被动挨打的边缘国家一跃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核大国。这才是平壤在这场全球大乱局中谋求的最大政治红利。这盘大棋，朝鲜已经下到了收官阶段。朝鲜借着中东和俄乌的东风，成功实现了冷战后最惊人的一次战略突围。但这绝不是大结局，而是东北亚潘多拉魔盒被彻底打开的瞬间。面对一个拥有成熟和3位一体打击能力的平壤，再看看那个深陷全球泥潭，随时可能收缩防线，甚至重回孤立主义的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核焦虑已经逼近了临界点。首尔和东京还会永远相信美国的核保护伞吗？当美国本土面临核打击风险时，华盛顿真的会为了保卫首尔而牺牲洛杉矶吗？这种信任危机的蔓延，意味着东北亚极有可能爆发冷战后最恐怖的核军备竞赛。美国最终会捏着鼻子承认朝鲜的拥核地位吗？日韩会不会因此走向彻底的核武装，彻底改变亚太的权力平衡？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不预设立场，只看核心逻辑的地缘政治解析，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提醒。这里是从新加坡为您带来的前沿观察，我们下期再见。